殿下，此事甚是蹊跷，6月分明。滚！是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殿下，1个月前，有人找到我父亲，花大价钱将我从他手中买下，然后想方设法让我进入康王府，就是为了等待今天。我不知道对方是谁，我只知道，他让我在刺客出现的时候，指认殿下便是谋杀摄政王的主谋。既然如此，你就不应该把这刺客藏起来，更不应该设法帮我隐瞒此事。你应该大声的尖叫，把沈玉叫过来，不是吗？我不能这么做。为什么？殿下已承待我，我不能背叛你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殿下肯为我将心爱之物付诸一炬，我又为什么不能为殿下赴汤蹈火呢？只要殿下肯把我放在心尖上，我永远都不会背叛你。殿下，不要相信这个女人，她企图想要接近你，最终还是要害你的。如果不是被发现，他们早就按原计划进行了。殿下怎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下注在一个细作身上？如果你是我，你会怎么做？今夜的事都是秘密，如果我是殿下，自然会除了后患，一个不留。说得好。好脏啊！不要让这些血弄脏了你的脚。殿下，今夜我的确是故意叫他们发现的。既然我决定跟殿下在一起，那殿下的眼睛、心里，甚至灵魂，都只能由我一个人占有，又怎能有旁人呢？所以，我故意引他们俩发现的，就是要把他们全都赶走。他们都说的对，你就是上天派过来迷惑我的小妖精。陛下，卑职已经搜查过康王府，并无所获。你确定人是进入了康王府吗？几十双眼睛都看见了，卑职不敢作假。先起来吧。太医院的药童被人杀害，藏尸于假山。刺客偷走了药童的衣服和令牌，去给摄政王送药。路上遇见了沈将军，苍忙逃走。平城这么大，去哪儿不好？偏偏最后却在康王府消失了。母后，既然搜查不到，就不能轻易下结论。陛下，马相到了。臣马忠良参见陛下。臣听闻摄政王受伤，急匆匆赶来探望，不知摄政王现在怎么样了？摄政王至今还未醒，我也十分担忧呢。凶手找到了吗？刺客在康王府失踪了，卑职进入查探，却一无所获。马相有何高见？如今，那摄政王和康王已是势同水火。虽然在康王府没有找到凶手，但朝中臣子肯定会认为与康王有关。臣以为还得详查。最近，平城和荆州不断有事发生，臣以为
这可能是有人故意挑起争端，想坐收渔翁之利。那霍玄，如果不出臣所料的话，荆州必然有大事发生，他不能分身。如果陛下现在急匆匆地调他回来，恐怕就中了别人调虎离山之计。罢了，霍玄就暂且留在荆州，等摄政王的伤养好了，此事再行处置。沈月，臣在。朕命你带着禁卫在平城城内好好搜查，一寸土地都不要放过。是。母后，你的身体也不好，还是先和朕回宫吧。摄政王如果有需要，会立刻通知宫里的。是，陛下。你特意跑来一趟，就是为了提醒朕吧？臣鲁莽，请陛下恕罪。朕当然知道你的苦心。先是赵齐被杀，再是霍玄抗旨，现在连摄政王都遇刺。朕若是再强行召回霍玄，局势会向康王派一边倒去，打破多年以来的平衡。朕当然明白你的一片苦心。臣谢陛下。摄政王怎么样了？王妃，此毒十分厉害，殿下脏腑受损，高烧不退，恐怕会有性命之危。那还有什么办法呀？这只能是尽人事，听天命，希望上天庇佑。殿下。殿下，殿下，雪云来看你了，殿下。王妃，你干什么？王妃，我自知罪孽，不敢求你原谅。可是我求你，今夜让我照顾殿下，好不好？我破例让你见他一面，以示违抗太后旨意。王妃，你爱容止吗？你不说话，可我知道你不爱他。一场朝政的联姻将你们拉在一起，让你们变得都不快乐。我嫉妒你，但是我也同情你。我嫉妒你有正妃的名分，嫉妒你是他名正言顺的妻子，但是我也同情你，同情你得不到夫君的爱，也丧失了得到幸福的机会。可是王妃，那我呢？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如今我只想见他一面，都要如此恳求，我就不可怜吗？王妃，我求求你了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你就当做是可怜我。王妃，你起来，我不喜欢别人跪着求我。王妃，王妃，我求求你了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王妃，王妃。我纵然再爱一个人，也不会为他失去尊严，更不会摇尾乞怜。那是因为你还不够爱他。人要先爱自己，才可以爱别人。
你为了爱他，连尊严都不要了。等到了失去他那一日，你又如何自处？人各有志，你留下吧。主子，药来了。主子，主子，来人！来人啊！怎么回事？主子，你醒醒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这添乱，还不快收场！主子，将人扶回去，找太医前去诊治。快点！多谢王妃体恤。主子，连站都站不稳了，还拼了命的要照料殿下，结果自己昏迷不醒，闹得这一团糟。这个马侧妃，真是让人一言难尽。别说了，我留下来便是。你再倒一碗药来吧。是。荣芷，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。马侧妃这是好了。是啊，好多了，多谢关怀。兰若，你这是何意啊？王妃正在屋里照料殿下，不用劳烦马侧妃费心。兰若，我可有得罪之处？侧妃向来待人有礼，怎有得罪之说？兰若，我知你伺候王妃，可是还是得提醒你一句，别忘了自己真正的主子是谁，更别忘记自己也是大魏人。奴很清楚自己的身份，可惜侧妃好像并无自知。奴斗胆提醒一句，王妃才是这里的女主人，其他人都应该守住本分，不该僭越生事。你放肆！马侧妃，殿下在朝中腹背受敌，殚精竭虑，回到府里自然是希望妻妾和睦，风平浪静。王妃是个大度的人，不屑于妻妾之争，才会一再容你。但你别忘了，王妃能容，未必太后能容你。马侧妃，请回吧。好，很好。你明知道他身份特殊，为何还要出言顶撞？很多事情
王妃不屑去做，我却可以替她做。我的目的不过是希望府内安定，殿下没有后顾之忧。你就不为自己着想了吗？我只是担心你啊。兰若很好，将军不用担心。你不是让父亲不要再来了吗？怎么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父亲，我想出去。你自己把自己陷入这步田地，太后对你禁足，谁又能够救你出去？可我知道，父亲一定能让我出去。雪云，父亲特别奇怪呀。我刚才从进来到现在，你不停地在说你要怎样，你要怎样，怎么对你的夫君摄政王的事儿一点都不关心呢？你平时不是很爱他吗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因为我知道，殿下一定会没事的。父亲心里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才是吗？此话怎讲啊？康王利用赵齐之死，打破两家的关系。皇上又召霍玄回平城，若殿下执意要帮他，一定会彻底激怒赵家。康王此举重击了赵家，打击了霍玄，连断了摄政王的左膀右臂，实在是一箭三雕啊！所以摄政王殿下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现在这个时候，他多说多错，所以只能祸水东引。只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情，才能转移别人的视线。有什么事情能比摄政王遇到谋杀更可怕呢？雪云，你个女孩子家，不要妄自揣测。只可惜在康王府并没有搜到刺客，但就算如此，也够康王忙得焦头烂额了。毕竟摄政王遇害最大的受益者是他。皇上一朝之君，皇者之心，虽然心系佛法，但也心仪。他能眼睁睁地看着各路王爷争斗，也不愿意看着康王一人做大。从前是迫于霍家的压力，才让霍玄回来。现在摄政王给了他台阶，他又怎么能不下呢？马雪云，闭嘴！父亲，你生气了？雪云从小对朝政不感兴趣，只是我也不是傻子。我不是你的女儿吗？不对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摄政王现在的情形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。他根本没有设计这场刺杀，他是在拿自己的命赌博。摄政王身临绝境，他的处境比你想象的还要艰难。他从小就服用毒素，身体毒素沉淀很多，这叫以毒攻毒，才能抵抗一时，不至于完全丢了性命。你想一想，一个人得逼到什么地步，才能拿自己的命去赌，坐着等死？这份坚韧，我马忠良也由衷佩服。你一天到晚口口声声说爱他爱他，你根本不了解他。女儿啊，朝政上的事情你就别掺和了，好好休息啊。
父亲，我知道你生气，生气我沉迷于情爱，生气我不听你的话。可是父亲，女儿知道错了。真的知道错了？我不应该不断的去试探摄政王，因为我想知道他的底线到底是什么。现在我才发现，拿自己去试探他才是最愚蠢的。这就是在给王妃接近摄政王提供机会。我不会再犯错了，以后都会按照你的意思来。父亲，我错了。雪云，那父亲希望你好好的记住这次教训，别再莽撞行事了。记住，你是我马忠良的女儿，不可以随便出击，但是，一击就要必中，不要给别人留下反咬你一口的机会。是，女儿明白了。来，你放心，只要你听我的话，父亲是一定会帮你的。殿下在等谁啊？没有，王妃守了你3天，等你退了烧，方才回去休息。若你想见她，我这就去叫她起来便是。好了，真的不用卑职去请？沈玉，你这么急着去丹凤轩，是想去请王妃，还是要去见心上人啊？这么久了，兰若对你……不论我如何接近，她还是对我冷若冰霜。平日里见面，也从不假辞色。兰若身世坎坷，境遇艰难，你不该对她如此苛刻。我哪有脸怪她？全都是我的错。殿下，抱歉，我不该提及此事。你可以投其所好，或许能打动她呢。殿下，殿下，卑职先告退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殿下，今日我是堂堂正正走进来的。这是何意啊？父亲去求了皇上，先让我用血抄的100遍经文，皇上又去求秦太后，这才下了恩旨。那就好。殿下，来喝粥吧。殿下，我来喂你。我自己来。那日殿下病重，雪云多希望能陪在殿下身边那个人是我，可是多次上门都被兰若给挡了。兰若也是尽忠职守，你不要怪她。殿下说的是，可能是雪云太着急了，下次见到兰若，我一定赔礼道歉。殿下，我来帮你。我自己来。兰若，沈将军，我刚在集市看到一只发簪，想到你戴上一定特别美，所以我就……多谢沈将军美意，兰若受之有愧。王妃就快醒了，我得赶着进去伺候。失礼。兰若，
王妃睡了2个时辰，想必饿了吧？兰若，你和沈玉……王妃先用膳吧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兰若，是我太仓促太唐突了，竟然问你这样的问题。都是我爱吃的。兰若，你真好，你怎么知道我饿了？王妃不必介意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其实我一直想问你，本该结婚生子，却一直未嫁，但是我又怕里面有别的隐情，所以没敢开口。奴是嫁过的人。什么？筷子脏了，我去换一双干净的。你等等，你坐。你快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2年前，兰若的夫婿上了战场，就再也没有回来。他本是殿下的副将，殿下看我孤苦，便准我入宫伺候太后。后来殿下娶亲，太后就让我来府上照料。是这样啊，从来没有听你说过。对不起啊，兰若。但是，你的夫君已经过世了，你完全可以再嫁呀。王妃，你误会了，沈将军不过是同情我罢了。我可不觉得他是同情你，我觉得呀，他倒像是喜欢你。兰若自幼没了双亲，许是缘分得到了沈夫人的喜爱，便留在沈家做了童养媳。沈将军少年出征，一直未归，回来后得知婚讯，特别抵触，还跟家里大闹了一场。我不想为难夫人，就离开了沈家。后来就遇上了夫婿，他待我很好，真是造化弄人。谁知道兜兜转转，我竟然又在摄政王府重新遇上了沈将军。天哪，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离奇的事！可是，你们2个在我面前完全没有流露出半点吗？王妃快用膳吧，饭菜都要凉了，我给您换双干净的筷子去。兰若，你们俩藏的真的太好了，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啊。自兰若离开沈家那一日，此生跟沈将军就只是路人了。雪月，你都在这儿守了一整天了，眼下都是清的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殿下不在，我就睡不安稳，还是让我留下来。别让我担心。那好吧，那今晚我先回去，明儿一早我就来。我保证你一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。去吧。赵翔，属下在。王妃呢？属下也不知道。这不知道，那不知道，你还知道什么？参见王妃。王妃这么晚找我，有事吗？没什么事，找你闲聊罢了。王妃可不像是会找卑职闲聊的人。想问你几个问题。王妃，请说。当初你毫不留情的拒婚，对兰若流离失所，为什么？好好思考啊，想好再回答，不然的话，我不准许你再接近她一步。若我诚实回答呢？
我就帮你啊，我帮你解开兰若的心结。我一直征战沙场，有今夕没来日，自己何时战死都不知道，就没有想过要成亲。回到家里，母亲却以为我准备了一个妻子，我与她素未谋面，从不亲近，又怎能轻易接受？那你拒绝他之后，为什么现在又要来纠缠他？我当时年轻气盛，反抗更是激烈。兰若无地自容，连夜收拾行李，匆匆离开了沈家。后来我才有了悔意。所幸她后来有了归宿，未婚夫是我的同袍，自然我也替她高兴。没想到，一场战争夺走了她的生命。兰若不惜抱着她的牌位成婚。你说什么？她还没过门，未婚夫就死了。怎么会是这样？那我更要问你，你从何时开始喜欢他的？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对他动了心。王妃，你这个坏人！要不是因为你拒婚，兰若能成寡妇吗？别打了！你这个坏人！现在你还来纠缠他！别打了！你这个大坏蛋！滚！滚！殿下，你看看王妃，说好了我老实说，她就帮我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？不要试图和女人讲道理，况且是你先错的，是你先放弃一段姻缘，现在又想找回来，世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？等等。若不是为了王妃，你是不是根本不会主动与我说话？沈将军，我没有心情。那什么时候才有心情？王妃把我痛骂了一顿，我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很多事。王妃跟我说，做错了事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原谅的。兰若，我不求你原谅，我只求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让我好好照顾你，好不好？将军，你觉得兰若过得不好吗？是，我觉得你过得不好。你认为我成了一个寡妇，一个人孤单度日，凄惨悲凉，在等待一个男人解救我，是吗？那是将军自己的想法，不要强加到我身上。兰若过得很好。兰若，更重要的是，如果将军不再走近，不再给予怜悯，兰若会过得更好。我已经搜遍了平城，都没有找到刺客的身影。我猜测，康王肯定是早有准备，才会一无所获。荆州有消息吗？至今都没有消息。看来，霍玄是遇到大麻烦了。对啊，已经派了3批人过去了，至今都未回。恐怕荆州那边现在是异常凶险。糖葫芦，哎，你要哪个？给我挑串大的。哎，行。钱拿好，哎，谢谢。糖葫芦，好吃的糖葫芦，想吃吗？来一串。好嘞。公主，
你对七月真好。给你买了串糖葫芦就叫好，傻丫头。我才不傻呢，能够跟着公主是清月人生最重要的决定啦。事实证明，你是个好主人，清月跟着你最幸福啦。行了，我看你啊，就是天底下最容易满足的那个人。有好吃的、好穿的、好玩的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呀？是，你说的对。如果天下人都像你一样容易满足，那万事就太平了。走，快滚！这里可不是善堂。你没事吧？你给我站住！怎么回事啊你？当街欺负女人啊！贵人有所不知啊，那女郎3番5次来我店铺赊药，我们也是小本经营，哪经得起啊？一时手重，抱歉。对不起，谢谢你，都是我的错。走，看看去。哎，过来。今天剩下的饭菜就这么多了。谢谢老板。不谢。吃饭啦！来，走，娘娘，饿了吧？哎，小心点。哎，太棒啦！来，快看有什么？当啷！这个呢？这是鸡肉，那是鸡骨头，骨头也是肉的。怎么这么多小孩啊？好了，吃饭啦！来，给我碗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哇，我要一个这个。太小了。呸！好酸啊！好浪费呀！可以喝的呀。这馊了。这是阿紫好不容易求回来的。就是好吃着呢。他们都是些被丢弃的孩子。这些孩子们呢，大多家境贫寒，又生下来有病，父母就不愿意养活，就被丢到荒野之中。这些还算是好的呢，有些孩子一生下来就被父母直接给溺死了。可是你，这里曾经是太后设立的育婴堂，孩子们也曾经是衣食无忧过。后来皇上登基，为了筹措军费，就把所有的善堂都给撤了，这些孩子们也就无处可去了。我是看他们可怜才过来照顾一二的。今日是小雨病了，我想跟老板再去赊药，这才碰上了你。把这个收了。哎，不行，这可不行！你就收下吧，这是给孩子看病的。谢谢你啊。你年纪不大，善心不小，很多人能独善其身就不错了，可是你却想帮助别人，不得不佩服。我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，能撑一日算一日吧。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哭了？我只是一时感触而已。看你一时华丽，一定是出身富贵。你怎么可能会理解这种一时无着、一无所有的处境呢？殿下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我怎么了？
您听闻摄政王遇险的第一刻起，你就清楚地意识到了不对。我们明明第一时间抓住了刺客，可以占据主动位置，给敌人反戈一击，而你却把他放进了自己的府里。难道你是疯了吗？想助敌人一臂之力？笑什么笑？我口口声声地叫你殿下，我尊敬你，敬畏你。在别人面前，我可以任由你发作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我们两个是正经的表兄弟。来，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杯茶。你做了这么让我无法理解的事情，我怎么做得下去？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就去问太妃娘娘，她应该能给我答案。表哥，其实我也很想知道，他是如何选择的。你故意上当，你早就知道他是卧底。世上巧合的事情确实很多，但他的这张脸又出现在我的身边，你说这是巧合吗？那你也不能拿你的性命开玩笑啊！荣止这次根本没有想要杀我，哪怕他搜出了刺客，他也不敢杀我。这一点我很清楚。当然，他更清楚，这尊敬的摄政王殿下呢，他只是想要脱困而已。说到这里，这个荣止对自己也是蛮狠绝的，简直就是可怕的对手。这样一来，他在我身边布下眼线，也就不奇怪了。可是，你有所怀疑了，为什么还要留乐韵在身边？只要有一点点相似的地方，我都想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，珍藏起来。你就那么爱她？是的。更庆幸的是，她没有让我失望。既然她来了，我就想把她好好的留在自己的身边。兵之情，主速，趁人之不及，攻其所不见。在战场上，最重要的就是速度。在我霍家军中，初次入伍的战士每日疾行100里，日中时分必须到达终点，连续100日不间断，就是为了训练他们的速度。如今敌军攻城在即，没有100日供你们慢慢训练。我要你们日中之前绕城内跑完100里。怎么可能？从这里跑完全城，连路都跑不完。跑不完的人，没有饭吃。你们不讲道理，欺人太甚！我让你们来卖命，可不是跟你们讲道理。你以为这自由和荣华是唾手可得的吗？王泽，我数到3，你们就开始跑。日中时分跑不完的人，会有更严厉的惩罚。全部转身。1、2、3，跑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将军，我已经查清顾大夫的来历了。他原是城中有名的大夫，医术高超。先生，为人又十分和善，经常向穷人施医问药，十分受人尊重。走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么会沦落至此？来吧，这都拜前任刘刺史所赐。他的小舅子鱼肉百姓，横行乡里，带着一帮爪牙，到处搜寻美貌的少男少女供其淫乐。百姓们苦不堪言，却只能含泪隐忍。顾先生去他的府上为受伤的孩子治病，亲眼目睹那惨无人道的虐待。他出于义愤，在酒水里下了毒，将那一众欺凌弱小的爪牙全部杀死。百姓感念他的恩德，聚众为他请愿。只可惜，那刘刺史偏要替他小舅子报仇，硬是将人判了秋后问斩。听你的语气，倒是挺敬佩他。那是当然，一个弱不禁风的大夫，也能有如此侠义心肠，甚至为了一群跟他毫不相关的孩子，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。这样的人，难道不值得敬佩吗？
既然他是个大夫，就别让他去前线了，留在后方做个军医吧。哼，谢谢将军。怎么样？我说你们能跑下来，就一定能跑下来。你这是把我们当猴耍，老子不干了！就是，你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。吃肉速度好多都要都是。不干的人就给我滚去牢房，明日午时立刻出战。上了我这条船，除非船沉了，否则绝对没有半道下船的道理。在残酷的战场上，你们越是弱小，死得越是快。所以，我对你们越是严厉，你们活下来的可能才越大。来人！这上午是跑完了，下午接着跑，全都用沙包附在小腿上，以跑1里不喘气为标准。达不到的，连晚饭都省了。将军，训练的怎么样？已经大有进步了，看起来倒是像模像样了。将军在干什么？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今日瞧见石之水，我突然有了个想法，为什么不用火攻来攻击敌人呢？我想制造一种可以喷发出火油的喷火器，材料就用铁桶，只要抽拉机筒，便能喷发出烈焰，杀伤力巨大。果然是个别出心裁的法子。但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，我该怎么做，才能让它的攻击范围更广？霍将军，顾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霍将军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特别感谢你，让我从训练场上下来，少吃了很多苦头。我让你退出训练，并不是同情你的软弱，而是敬佩你的义举。再说了，让你做军医，才能救更多的人，这也是人尽其用。霍将军的恩德，顾怀铭记于心。今天我带了一些固本强身的复方，还请将军笑纳。顾先生，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吧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霍将军，你的这个设计虽然好，但是用铁桶制成的喷火器，安装的火油有限，射程短，只能用来守城，而且不断填充火油的过程，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。王泽，看来是我多嘴了。军事机密岂容随意议论。既然你能看懂，我就更不能让你离开了。等等，将军，听顾先生所言，倒像是有别的办法。顾先生，直言无妨。霍将军，以前我为了治疗有皮肤病的病人，致力于研究出一种可以喷射药蒸气的药桶。其实它的原理和你这个十分相似。你的这个喷火器射程有限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桶口太小了。如果光扩大桶口的话，那么就会增加其重量。不如我们多加2个卷筒，同时射4脚。就像这样，卷筒。是的，以前我在卷筒里加入的是中药，凭借压力就可以喷射出蒸汽。现在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，在卷筒内装入大量的火油，这样就能解决火油有限、射程短的问题了。我知道这些东西我应该烂在心里，一旦说出来，你就会怀疑我，怀疑我图谋不轨。这样吧，如果你们不安心的话，可以全天候的派人监视我。
如果你还不放心，就把我送回牢里，直到打赢胜仗为止。顾先生，你冒着被我怀疑的危险，也要将自己的认知说出来，我很佩服你的勇气。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性命装聋作哑，我不能看到那么多的百姓死于战火，哪怕只是萤火之光。我也想为荆州，为将军你出一份力。将军说得好，顾欢，我信你一次。多谢将军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现在就把图纸拿过来，供你研究。好。将军，这个人实在太聪明了，我们不能相信他。一个人若隐藏自己的聪明，才是真正的危险。他表现得坦坦荡荡，你若处处怀疑，反倒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将军，你又开我玩笑。跟你说过多少次，练剑要专心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又能怪得了谁？我只是担心。你是担心打败不了敌军，王泽，你都跟了我这么久了，还这样瞻前顾后。将军，我怎么发现，有时候你比我还像个男人啊？我像个男人啊？哼，将军你啊，本来是个超级大美人，可这行事风格比男人还霸道3分。再这么下去，谁还敢娶你啊？将军，你有时候也得温柔点，不能老这么凶巴巴的，不然摄政王哪敢……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不用男人来迎娶，我会把摄政王娶回家的。将军，你可真是威武啊！混小子，少跟我贫嘴。什么人？怎么回事？属下等正在巡查，突然发现书房里有动静，可惜被那盗贼跑了。丢了什么东西？将军，是设计图。细作出不了城，立刻搜查全城，任何蛛丝马迹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哎，这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是？哎，听说刺史府失窃了，好像丢了什么重要公文。给我搜，哪怕把全城翻过来，也要抓住细作。把所有人都集中起来，一个都不许放过。丢什么都是来人了，来人了！丢了什么宝贝？关我们什么事儿？就是，凭什么怀疑我们？就因为我们犯过罪，就一定是细作吗？对，不公平，这不公平！全城都要接受检查，唯独你们例外，那才是真正的不公平。走，是。将军在这儿，在哪儿搜到的？就在那张床上。这是顾先生的床，绝对不可能！你们一定是弄错了。果然是你，我早就看你不对劲。表面上帮我们的忙，背地却偷图纸，我看你根本就是细作。不会吧？竟然是顾先生！顾先生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是细作呢？可这张图纸刚刚就是从他的棉被里搜出来的呀！原来就是他一直出卖我们，亏我还认为他心地好，全都是装的。顾欢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我可以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。霍将军，我任凭你处置，无话可说。来人，把他拿下！是。慢着，将军，这个顾欢阴险狡诈，他盗取了我们的图纸，实在是留不得呀。如果盗贼是他，又为什么要帮助改良？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就是他狡猾的地方，表面是帮我们，就是要赢得我们的信任。若他不这么做的话，一早就被我们怀疑了，哪有时间偷图纸啊？可这张图是假的。假的？
莫讲究干湿浓淡枯焦，潮湿的时候难以区分，可一旦墨水干了，就很容易看出来深浅的区别。王泽，你可记得我最喜欢的画法？将军一直喜欢用胶墨，人家都爱用水墨，发挥用水之长，肆意挥毫，却讨厌胶墨画法，因为画得好便刚劲有力，画不好则枯燥乏味。可我偏喜欢自找麻烦，哪怕是画画，也要逼入绝境后再开辟一条新路。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。这幅画是水墨画的，只有炮筒处用的胶墨点睛，这根本不是原画。接着说。所以有人盗窃了图纸，又按照原样拓了一幅，然后将这个拓本藏在顾欢床上，引得我们怀疑他。对方十分聪明，只要我们抓住了盗图贼，自然会放松警惕，他便可以趁此机会偷溜出城，将图纸交给叛军。这才是最高明的家伙。此人真是好生歹毒。不过，既然不是你做的，你为什么要承认呢？他承认了，自然是要维护对方。难道他们是一伙的？这只是一种可能，而更大的可能是，这位顾先生心地实在太善良，简直到了愚蠢的地步。将军的意思是说，他明知道人家诬陷他，却还要维护对方，这不是疯了吗？顾先生，你到底为什么要隐瞒啊？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呀？赶紧说出来呀！为什么要代人受过呀？怎么回事啊？何喜，顾欢为你至此，你还执迷不悟吗？什么？我听闻牢房中你曾有一次患病，顾欢救了你一命，而你感念救命之恩，也一直护着他，说一句生死之交也不为过。我想，顾欢会替何人挡灾？除了你，我实在不做第二人选。霍将军，此事确实和何喜无关，都是我想起来了，今天顾先生身体不适，还是何喜近身照顾，肯定是他趁先生不注意，故意栽赃陷害。不止，上回我在城墙那儿看到他在徘徊，不知道他在干什么。我知道了，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，想要逃出城去。没有，我没有。顾先生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可能害他？我发誓，我出城只是给先生采药，我绝对没有要逃走。你说的晚了，把他拿下。是。霍将军，我是冤枉的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带走。我不是西佐，我不是西佐呀，霍将军。愚蠢！你替别人受过，是不是觉得自己品德高尚，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知道自己都做了什么吗？如果我今天没将细作捉住，你丢了性命是小事，细作把火器图送了出去，让敌军占了先机，全城百姓都要跟着倒霉。你与何喜情同手足，可以替他去死，这是成全了个人小节。可你为了兄弟之情，差点害了大家性命，已经失了大义。霍将军，我错了。你还敢说什么？我相信将军，你不会抛弃那些百姓，一定会带他们渡过难关。而且何喜向来对我十分的照顾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错路，所以才一时糊涂，想替他受过。不过将军你说的对，兄弟情谊不能妨碍江山社稷。霍将军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哼，但愿你是真的知道错了才好。下次再让我瞧见你干这种蠢事，我非把你抽一顿鞭子不可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别人都觉得将军你冷酷无情，我却觉得将军是天下难得的好人。我对别人好，换取别人的感激和尊重，只是小恩小惠罢了。而将军你，舍弃女儿身，以一副冷面示人，时常双手沾血，受尽唾骂，其实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，而他们却满腹怨言。我觉得，这不是将军不好，而是他们不好。顾花，将军，其实你也不是那么蠢嘛。王妃，
这是做什么？没什么。王妃，这些可都是你的陪嫁之物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他要拿去典当。殿下。你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还给我！拿的都是没有标识的东西，可你别忘了，在平城发生的所有事情，全都在我眼皮底下。即使你想隐瞒，也有人禀告我。这是我的东西，干嘛要向你禀告？楚玉，你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我？这是我的私事儿。我们是夫妻。我生病的时候，你一直在照顾我；等我醒来的时候，你却不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马侧妃照顾你啊。我想见的是你，为什么不来？好，我换一个问题问你：你到底有什么事情不能和我说？抱歉，这真的是我的私事儿，我可以自己解决的。子曰：“子曰，学而时习之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侯笑，楚玉，你们不是缺东西吗？我都给你们带过来了，我给你们带了吃的玩的，还有糖人呢。别光看啊，过来，快来呀！干，我要那个了。”你的雪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殿下身体未愈，我不放心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只是你一天都不在，白天你是去哪儿了呀？今天闷得慌，出去随便走走。是吗？雪云，你怎么了？殿下明明是去了王妃的院子，为什么要撒谎呢？殿下，你从来都不对我撒谎的，可为什么王妃例外呢？我还要奏章要处理，回去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是雪云不好，雪云只是一时失言，不是故意想惹你生气的，我只是太在乎你了。雪云，殿下答应过雪云的事，现在还记得吗？记得就好，只要殿下记得，雪云就不再要求其他的了。殿下要待我好，这是你答应过的。我答应你。兰若，这是什么衣裳？今天宫里举行不打球比赛，这是给您准备的衣裳。什么是不打球？从前这宫里的贵人们都喜欢打马球，后来呢，大家又觉得这马儿喜欢到处乱跑，漫天灰尘，干脆就撇了马儿亲自上阵。总之，你今天去看看就知道了，可好玩了。真是个新鲜的玩法。你怎么不跟我提前说啊？奴告诉过你，你肯定又忘了。我看看。你今天去的时候，一定要好好照顾殿下。容止也去啊？对啊，其实奴也觉得奇怪，他伤口还未痊愈，怎能亲自上阵？如果容止不去的话，岂非康王一个人得意啊？下去。是。奴不明白。
沈玉将平城翻了个底儿朝天，偏偏找不到刺客。这康王啊，本是第一怀疑对象，却又搜不到关键证据。现在朝廷上下可都盯着2位殿下呢。越是处在风口浪尖上，他这个摄政王啊，越要迎难而上，叫所有人都瞧见殿下经历风雨，屹立不倒呢。王妃，你有时候让我觉得那么糊涂，可有时候怎么又那么聪明？这个人呐，就是要在该聪明的时候聪明，该糊涂就糊涂，这样才能开开心心的啊。我去换衣服了。参见陛下。都起来吧，不用跪了。我们今天是来看比赛的，可不是看你们跪拜的。快起来。来。楚玉，你怎么今天穿了一身囚服啊？难道你也打算下场？当然了，观看有什么意思？当然要参加比赛了。楚玉，我就要去。陛下，你说呢？那有什么不行？不过，摄政王这一队有美人助威。康王那一队呢？谁愿去？陛下，婢妾愿去。这是谁啊？太后娘娘啊，这就是那位浣衣婢。浣衣婢，果然和传说中一样，美貌的很啊。陛下，让她参赛吧。赛场上都是些争勇好斗的男人，有什么好看的？多一些花团锦簇的艳景，咱们看着才舒心啊。好，那就2队各加1人，谁若是获胜，朕重重有赏。摄政王，你身体未愈，还要上场比赛啊？你就不怕折在这里吗？便是我未愈，也能将你击败。若是不信，等着瞧吧。好，那就拭目以待了。准备。太后娘娘是在担心摄政王吧？摄政王他球技高超，又屡有胜绩，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不担心呀。哎呀，看到太后娘娘的神情这么专注，我还以为娘娘是担心殿下大病初愈，体力不济呢。这回你就说错了，我是在看康王身边的那位美人呢。你看她，唇若丹珠，眼若秋水，就是放眼平城，多少名门闺秀都比不上啊！难怪康王可以不顾体面，非要把她留下来，竟然连正妃都不要了。这个才是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，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真正典范。娘娘谬赞了，男人了。
都是喜新厌旧的，那些放不到台面的玩意儿，一时新鲜而已。等过个1年半载，自然也就抛之脑后了。哦，是吗？自是如此。哦。你怎么样？来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卑鄙，怪你自己无能。这场比赛还真是精彩。本以为2位女郎只是上去逗趣的，没想到还真拼命。不过博陛下一笑而已。小心！王妃，巾帼不让须眉，好球！这个摄政王妃，真是胆大包天呐！既然是比赛，当然就要分个高低啊，否则要比赛来干什么？一个人进一个球不就完了吗？啊！王妃，你没事吧？我当然没事。殿下，你怎么这么莽撞？只是一场比赛而已，用不着这么拼命。庸儿不想殿下丢了颜面，更重要的是，不管什么理由，都不许弄伤自己，否则我会生你的气，不会再理你。你就坐在这儿，不要再上场了。那我就在这儿等殿下回来。好。妖精！让摄政王妃也下场吧，千万别伤着了。是。摄政王妃，太后娘娘请你共赏球赛。这球赛可真有意思，我还没玩够呢。楚玉，摄政王妃的脸面何等重要啊！万一一会儿伤着了怎么办？没事的，太后娘娘。上来。康王，我赢了。摄政王，下回你就不会这么好运了。殿下，
殿下在为输了比赛不高兴？怎么会呢？只是一场比赛而已，我根本不在乎。对了，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冒险？我想看看在摄政王心中，王妃到底价值几何。明明比我的距离还要近，一伸手就可以救人，但他无动于衷，没有一丝的情意。我可不这么想。明明可以做个顺水人情，他却故作无动于衷。也许真如传言所言，对摄政王妃厌恶到了极点，但还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他不想让别人看出他的心思，更不想让王妃成为众矢之的。你呀，真的想多了。容止喜欢的是马侧妃，整个平城人尽皆知。那也许是我想多了吧。以后不要让别人瞧见你一头青丝散乱的样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我配见，其他人不准。主子，人带到了。球场上发生了何事啊？王妃意外摔倒，摄政王无动于衷。所有人都说殿下十分厌弃王妃，反倒是沈将军却十分关心。沈将军？沈将军扶起了王妃，又送去了伤药，显得十分关切。沈玉，这可真有意思啊！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碧玺，奴在。这南沙饼真的不要了？太后是常乐信都人，这南沙饼是她最喜爱的家乡小食。侧妃做了好几次，她都不太满意，怎么献给太后？所以啊，只能舍弃。哎，我记得厨房里好像还有一盘，不如我们取过来，咱们姊妹分食了。干什么呢？我当是谁呢？偷给太后备下的点心，竟是你这个小贼！什么不好偷，偏偏惦记着点心，真给你家主子丢脸呢！这是你们不要的东西，我也不能吃吗？我就算留给狗，也不会留给你。再给我说一次！来人呐！来人！干什么呀？你们看见没？你们看见了吧？他好没羞耻啊！居然偷主子给太后准备的南沙饼！你这个小偷真不害臊！就是怎么能偷太后的饼？把他驱逐出府！对，驱逐出府！快出去！你这个厚脸皮，赶紧出去！哎呀！不要再回来了！谁这么大派头，竟敢驱逐清月出府？你这个小……我当多大点事？不过是主子饿了，让清月来厨房瞧瞧有什么点心，怎么就闹出这么大动静？参见王妃。清月呢？回禀王妃，奴婢未曾见到。这丫头又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我平日都不用香，怎么今日点起来了？昨夜屋内有飞虫，扰得王妃不得安寝。长侍特意吩咐下来，要我们今晚备下，这是驱虫香草，可以让王妃睡个好觉。让兰若费心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
王妃，王妃，怎么了？我好热，我好难受。王妃，好热。王妃，王妃，王妃。马侧妃，马侧妃。啊，我听说王妃在球场受伤了，特意来送药的。奴先进去通传一声。等等，怎么，一个区区的长侍，也敢来拦我的路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还非进去不可了！站住！马侧妃，你要干什么？不知殿下在此，请殿下恕罪。滚！出来吧。殿下，奴婢已将熏香放在王妃卧房，办得好。楚玉，沈玉，楚玉，楚玉，醒醒！我好晕啊！殿下，今日若不是你在场，卑职就算是以死谢罪，也洗不清冤屈。就连王妃，我知道，王妃中了催情香的药性，你点了她的睡穴，需不需要请大夫？不必了，她及时打翻香炉，中毒不深。那马侧妃，无需多言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对不起。大人饶命！这个婢女贪图金银，背叛主子，殿下有令，当众杖毙。是。不要！打，继续打。
雪云，你的面色为何如此苍白？我那个这儿风大，主子身体弱，卢正劝他早点回房休息。是吗？是。我还以为你是太过害怕，才会面色苍白。殿下之意，雪云不明白。雪云冰雪聪明，又怎会不明白？只是人比别人多一巧，才会愁闷多思，才会缠绵病榻。是。外面风大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主子，碧玺，主子，他什么都知道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杖毙了。是，今日一早，殿下便命人将那名婢女当众杖毙。昨天你说是谁啊，在你屋里点了催情香？殿下也不问，直接就把人给杖毙了。事到如今，还用问吗？你呀，真是个傻丫头，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吗？我问你啊，昨天是谁故意将你我二人引开，又是谁带着人来捉奸？马侧妃啊！王妃，殿下这样做也算是对你一个交代，对马侧妃来说也是一个提醒。可罪魁祸首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王妃，王妃，王妃，王妃恕罪，奴斗胆恳求你不要再追查此事。兰若，你在干什么？王妃，马相是百官首领，若是要处置马侧妃，必定会来报复。就算是为了所谓和平，现在也不该去找他算账。所以，我要忍着了，请王妃宽恕。好吧，这次我可以忍，不再追究了。但是我希望他就此罢手。会的，他必定心中恐惧，不敢再犯。但愿如此吧。将军，明日就是叛军给的最后期限了。明日咱们就大开城门，与薛赵一战。可我担心城内守军数量不足，这些囚犯也只能算是新兵，我实在很担心。王副将，你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？箭在弦上，已经不得不发了，不如鼓足干劲，和他们拼死一搏。顾先生说的对，是我多虑了。枉我为将多年，倒不如顾先生豁达。军爷，不能不给钱啊！我们是小本生意啊。老子入伍就是帮你们这帮废物打仗，吃你个包子，怎么了？别他娘的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走！别！孙女，干嘛呀？孙女，孙女，孙女！将军，混账东西，你认得我就好。按照军规，骚扰百姓者，军杖80。我们知错了，将军。城内食物不足，我每天还要大量训练，肚子真的很饿。这怪不得我们吧？将军，他们都是死囚转来的士兵，流氓习气一时难以改掉。看在大战前夕的份上，暂且饶了他们吧。霍将军，我们流血牺牲，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人，只是吃了他们几个包子，至于这么喊打喊杀的吗？是啊，霍将军，我们得到什么好处了？我们只是得到一些食物而已，你不能这么小气啊！就是，你这么干会寒了将士们的心，以后谁还能为你卖命？没有我们，你们怎么打仗？将军，这些人就是一群废物，没有我们，敌人早就攻进来了。就是，别说粮食，连命都不保了。我们才是他们的恩人呢，对不对啊？瞧这一个个欺软怕硬的样子，我恨不得连你们脑袋一块摘了。你们军中的粮食、手中的武器、身上的战袍都从哪儿来？朝廷每年拨付的军饷又从哪儿来？全都是你们口中这些懦弱无能的废物辛勤工作缴纳的赋税。他们供着军队吃喝，不是让你们满腹怨言，
更不是让你们反咬一口。将军，王泽，还记得入伍第一天我跟你说的话吗？我们为什么要打仗？是为了保护百姓。如果有一天，本该保护百姓的士兵，反而向他们举起了屠刀，又该如何？人人得而诛之。我说过，不管你们从前是什么身份，只要进了军营，就得服从我的规定。你们仗着些许功劳，就忘了自己的职责，动不动就抢粮食，和城外那些叛军有什么区别？百姓养一条狗，还知道看家护院，养着你们，却是养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。你们这么有能耐，别欺负手无寸铁的百姓，有本事就打开城门，冲着叛军去啊！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！骚扰百姓者，一律杖责80，绝无例外。拖下去！将军，将军，将军饶命啊！都起来吧！将军，谢谢将军。我知道你们都很饿，一天，就再等一天，我带着你们去抢叛军的粮食。但是城中的一针一线，都不准你们再动分毫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都下去吧。是。别哭了啊！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没事了，别哭了。多谢将军。将军小心！去死吧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说话，说呀！霍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霍将军。不好，怎么样？匕首有毒。我伤势如何？将军，说实话。将军，我要替你拔刀，但是伤口实在太深了，而且伤到了动脉，我根本没有把握，很有可能。王泽，在。可能我这么久还真没用。现在是你哭的时候吗？我不哭，将军，你先别说话，省点力气好不好？人家既然出手，就没想着让我活下去。你身为我的副将，没了主帅，你该干什么？我旗已经打奏完毕，士兵也训练好了。叛军当天趁乱夜袭，只是打乱了霍家军的阵脚，并没能真正重创他们。按我料想，援军早已集结完毕，只是被叛军阻拦，没能冲进来营救。我若死了，你就接替我做指挥官，与城外援军里应外合，将叛军悉数剿灭。将军，我做不到。你没得选，别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现在就出去，安抚将士们的情绪，尤其盯紧那帮囚徒，别让他们兴风作浪。但凡不服号令者，不要犹豫，杀人立威。不，将军，我不能离开这儿。你想让我再抽你一顿吗？滚！滚！将军，顾先生，动手吧。将军，你是我这辈子所见最值得敬佩的女子。快动手吧！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婆婆妈妈的男人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撑不过去，就没有什么话想留下吗？如果你有话想留下的话，我一定帮你带到。我不甘心。什么？有个人答应我，
一定会娶我。他还没有做到，我怎么甘心就这样死呢？动手吧。王泽，我要见霍将军。将军受了轻伤，正在上药，不便见客。轻伤？王泽，你骗鬼呢吧？那霍玄明明是被一个女刺客给刺伤了，这所有人都看见了啊！而且伤口正中要害，血流不止啊！我说过了，将军受了轻伤，不便见客。霍玄不会是要死了吧？哎呦，你这，我们就是因为听了他的话，与叛军苦苦对抗，还把那些个死囚全都给放出来了。大人，他就这么死了，你把我们丢在这儿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霍玄死了，谁来主持大局啊？对呀，这叛军本来就是冲着他来的，他这次倒轻松了，我们怎么对抗叛军呀？就是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把他给放了呢，省得白忙活一场。全都住口！我再说一遍，将军只是受了轻伤，马上就能恢复。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全部以扰乱军心处置。王泽，论品级，你只是一个区副官，还敢在这大放厥词？我命令你，赶快给我滚开！我不会让任何人打扰将军，不怕死的可以试一试。你。走，去找霍玄，去找霍玄，走！快去禀报王副将。走！让霍玄出来见我们！老子天天吃糠咽菜，全都是为了他的狗屁承诺。他要是死了，我们就什么承诺都没有了。出来，叫他出来！对，他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可就闯进去了。将军受伤，你们就蠢蠢欲动，你们就不怕被责罚吗？出去！哎，你们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啊！这是刺史府，出去，都出去！你又算什么东西？这轮不到你说话。霍玄呢？我早就看出来了，这是一帮恶狼。霍玄这是纵虎归山，自食恶果。你看看现在怎么办呢？这是无法无天了！你们将军给了你们自由，你们就这么报答他的吗？霍玄如果没死，就让他出来。我们是不会替死人卖命的。就是，让他出来！他是不是死了？他要是死了，我们还打什么仗？干脆打开城门投降算了。对，就是算了，投降算了。混账东西！兄弟们，冲！出来！来呀！要是想上，都一起来呀！以为将军不在，你们就能翻天了？我告诉你们，假如叛军来袭，你们和百姓一样死。就算能侥幸逃出，不管到哪里，若是没有赦令，你们一样都是死囚，一样都是死。横竖都是死，不如老老实实回去训练，给自己搏条活路。来人，在！将军有令，闹事者斩首示众。剩下的，谁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全部军法处置。是。其余的，等到将军康复了，我再一个个跟你们算账。全都滚出去！既然将军受伤，将由我代替将军，作为作战的指挥官。城内一切人等，必须服从调度。将军威武！将军威武！将军！副将军！将军威武！快！顾先生。
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将军。 将军，霍玄死了。什么？霍玄身负重伤，荆州无人主持大局，已经乱成一团了。果真？他真的死了？千真万确。荆州细所传来的消息，如今荆州不服他的官员全都乱了，还有他精心训练的囚犯，把整个荆州搅得天翻地覆。好，天机阁主果然没有欺我。将军，荆州没有了霍玄，就是没有了牙齿的老虎。此时城中大乱，应该趁机 强行攻城才是。你急什么？攻城可是要流血的。我自然有兵不血刃的办法，一举拿下荆州。大人，你的信。大人，您过目。 大人，这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，您赶快下决定吧。就这么办吧。杨刺史，王泽，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，竟敢随意走动？这将军尸骨未寒，你们却在此勾结叛军，当我不知道吗？你还好意思提霍玄呐？啊，如果不是因为他杀戮过多， 能引来薛兆那个逆贼吗？如今城中粮草用尽，人心惶惶，派去平城送信的信使又无一人回转，援军呢更是遥遥无期。你让我们怎么办？难道就要我们在这儿等死吗？杨刺史，将军苦心筹谋这么久，都是为了荆州百姓。如今将军不在了，你就急着把荆州拱手让人，还想用将军的尸体去投诚？你们别忘了，一旦你们投降，你们都是大魏的叛臣， 都是要诛九族的，诛九族？哎，恐怕还没等到皇上来惩处，我们的小命就都得葬送在此处。我拿霍玄一人的尸体，拯救全城百姓的性命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再说了，薛兆一旦退兵，那我们就成了保护荆州的功臣。到时候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皇上不但不会追究，而且还得褒奖。 可是将军已经制定过计划，只要计划实施，就能。从前大家给你面子，那是因为霍玄还在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住手！王泽，你只是区区一个副将，没有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做了决定。你若是不遵从，那我就只有把你和霍玄一并送出城。薛兆只是以此为借口，想要拿下荆州，便以此为据点，一步步扩张。可笑你们这些人鼠目寸光，我真是替将军不值。大人，太放肆了！明日你们要战斗还是投降，我都不会管。但是明日，我要亲自送将军灵柩出城。 这人都上了奈何桥了，还摆什么臭架子呀？霍玄再怎么说也是朝廷大员，咱们不给他脸不要紧，咱总得给朝廷3分脸面吧？大人，难道您忘了霍玄是如何给您下马威的？身为女人就不该耀武扬威，乖乖待在家里生孩子，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霍玄呐，霍玄，这可是你咎由自取，怨不得旁人呐。瞧瞧。 死了还这么大排场，将军打算如何处置霍玄？待验过尸体，便借口尸体是假的，趁势冲入城去。你在此等我消息。是。叫。等着看吧。
把棺材打开，我倒要看看名动天下的美人将军。谁敢亵渎将军？拿下！霍玄没死。对呀，不可能啊！我明明看见他入殓了呀！主人莫慌，与我应战！薛贼杀戮平民，残害妇孺，如今业已伏法，过往种种，我霍玄既往不咎。但若执迷不悟，一律杀无赦！干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要造反吗？霍将军早就料到了你们会有如此无耻的举动，所以在城内守军中做出安排，假意听你们的号令，实则是在暗中筹备。霍玄为什么要诈死啊？哼，你也不想想，城内哪有那么多石之水用来做大规模的守城武器，更别说是用来抵御敌军了。我们从头到尾积极备战，只不过是障眼法罢了。霍将军正愁如何御敌，恰好刺客来袭，他便索性假死。一来是为了引出薛兆，发动奇袭；二来就是为了引出你们这些城内的蛀虫，永绝后患。那霍玄也没受伤？不，霍将军他伤得很重，可是他还是上了战场。和他相比，你们这些朝廷大员，遇到危险毫无男儿血性，你们简直连蛀虫都不如。霍将军，顾先生，多谢你了。我并没有做什么，全靠将军运筹帷幄。对了，你的伤口还好吗？刺史大人，又见面了。霍玄，你就是只狡猾的狐狸。兵不厌诈。我说过，一定会助荆州脱困，就算我真的死了，也会从地狱里爬回来的。抱歉啊，杨刺史。让你失望了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霍家军？寻常军队派系林立，各自为政，只要主帅一死，军队必定全线溃败。可霍家军是我祖父一手建立，父亲逐渐壮大，到了我的手上，已经隶属于霍家，是我一个人的军队。所以薛兆认定，只要我不在，霍家军群龙无首，便再也无法运行。只可惜，我的军队与常人不同，我敢发动突袭，就敢笃定他们一定会积极筹备，等候召唤。霍将军果然自信，如果换做他人，与将士们失去联系那么多日，知道他们还会乖乖听令，谁又有把握，当你登高一呼，他们便能积极响应呢？杨刺史，你们此番的行为将通通以叛逆论处。什么？你要杀了我们？我已经杀过一回刺史了，总得留着你啊！全城百姓都看到你把我的尸体送出去讨好敌军，这谋叛罪是逃不掉了。这一次，我会亲自送你们回平城，面见皇上。带走。霍将军，你这就要回平城了？是。仗打完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平城了。
吾皇在上，那个，陛下。这释迦牟尼佛诞辰庆典，对大魏上下都非常重要。你身为刘宋公主，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，连这点词都背不下来，有没有好好背？我当然有了。可是，你给我这上面，不是梵文就是鲜卑语，我根本看不明白。我都尽力了。背不下来也要背。作为大魏的摄政王妃，刘宋的和平使者，让你背这些东西，你都背不下来，不是让满朝文武笑话吗？背，继续背，直到你背下来为止。背不下来，一刻都不许懈怠。好烦啊！雪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殿下回府之后一直忙于政务，雪云担心你的身子，特意熬了药膳送过来。只是没想到，王妃也在这儿。碧玺，愣着干嘛？赶快收拾一下。是，我自己来。主子，怎么回事？这么不小心？雪云笨手笨脚的，打扰到二位了。赵翔，你来监督摄政王妃，我送马侧妃回去。是。雪云，我们走。王妃，王妃。其实，这上面我都看不懂。之前都是兰若一个一个念给我才行，我才能勉强记住几个字。那我从哪开始教呢？就从第2列第4个字开始吧。王妃，我开始了。诚心祈佛，愿天庇佑。雪云，怎么了？殿下无心听情，又何必勉强呢？最近忙着奉佛典礼，一时忽略了你，你不要多想。雪云只是有些担心。没什么好担心的，一切都会顺顺利利的。我还要做张药批，我先走了。殿下，你答应雪云的事，一直都记在心里吧？你怎么每天都要问一次？既然我答应过你，就一定会做到。好，那雪云相信你，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！夜深了，早点睡吧。主子，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？碧玺，他一直都在敷衍我。殿下只是忙于公务，一时顾不上来，他心里呀还是关心你的呀。别忘了，殿下派人呀送来那么多珍贵药品，都是为了帮助主子你呀调理身子。刚刚陪着王妃，一见你有伤，不就立刻抽出手？你笑什么呀？我笑你可笑，变着法子来哄我，而我比你更可笑，自欺欺人，一直都在自欺欺人。从陪我回来到现在，我弹了这么久的琴，他恐怕连我弹的是哪首曲子都不知道。你说，这是哪门子的关系啊？
殿下，别再让他背那些艰涩的词语了，给他换些简单的、直白一点的，越短越好。好，啊，还有，明天一早趁他还没有醒，帮我把披风收一下，别让他发现。披风？属下明白。殿下，殿下体内余毒未清，近日忙于政务，过于操劳了。要不我宣太医？不必了，只是太过疲惫，不要惊动了宫里，无需多言。动作快点。是。殿下，太医来过了吗？来过了，说是殿下身体甚是虚弱，需要好好调养，所以留了方子。方子呢？给我瞧瞧。婉儿，还不快去！侧妃，这丫头，我瞧着倒是眼生啊。哈，她本是太后娘娘宫中的丫鬟，因为乖巧听话，所以特意赏赐留下来的。哦，我瞧着很是喜欢，先送到芳草阁去吧。这，殿下吩咐过，但凡府里有的，只要我有所求，无一不可为。照长史忘了。是。婉儿，奴在。随马侧妃回去吧，好生伺候着。是。主子，让他来。侧妃，请用茶。你是从宫里出来的，果然花容月貌，身段窈窕。看来娘娘啊，是要找人给我作伴了。侧妃，奴只是奉命行事，绝无半点攀附之意啊！没有这样的意思，怎么会这么殷勤啊？不，婉儿没有，你殿是误会了。你是用哪只手碰的殿下？侧妃。我记得是右手，对不对？那就用右手去把水渍清理干净。侧妃，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啊！这只手留着也没用。不，是奴的错，是奴不好，奴这就擦。人家都说久病成医，我自小体弱多病，比常人多懂了3分药理。这药方啊，看起来不错，实际上缺少了一味药引子。药引子？是呀，药引子。侧妃饶命！侧妃恕罪！侧妃恕罪啊！你怎么那么固执？都病成这样，还整天惦记着政务，权力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？王妃，殿下他正在休息。哎，王妃，您轻点。参见侧妃。参见摄政王妃。不用多礼。
殿下，你不要吵他，他在休息呢。殿下，该服药了。殿下，我是怕你病死了，才特意过来看看。怎么有股怪怪的味道？殿下放心，这药是雪云亲自熬的，不会出岔子。为什么有股甜腥味儿？药方里面放了什么？殿下，这药和您平时喝的一样，只不过多了一味药引。药引？什么药引？是我臂膀上一块肉。